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路易斯。一天一餐断食的效果不好，可能有以下这些误区哦。第一，可能蛋白质吃太多，蔬菜水果吃太少。蛋白质比如肉类、奶制品等等，不宜摄取过量。过量的蛋白质要经过肝脏来分解，然后经过肾脏来排泄掉，会造成这些内脏的负担。蛋白质摄取建议在食物的28%左右，或1个拳头的量。蔬菜和水果有益于肠胃，可以多吃水果，建议多吃低糖分、高纤维的水果，比如青苹果和番石榴，更加有益于肠胃。除此之外，可以通过油脂和淀粉来补足剩余的热量需求。第二个误区是，可能淀粉吃太少。很多人断食会配合生酮饮食，摄取极少量的淀粉，来达到更快速的瘦身效果。这个饮食习惯短期实行没有问题，但是长期不吃淀粉的话，会造成营养不均衡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，不吃淀粉就很容易吃太多肉类或蛋白质，这会造成肝脏、肾脏负担过高。还有就是人体的设计经过长久的进化，形成了燃烧糖分和燃烧脂肪的两种提供能量的管道。这两种管道的完美配合，让身体机能可以有效运作。当我们吃淀粉的时候，身体会偏向于烧糖状态；当我们吃生酮饮食的时候，身体会偏向于燃烧脂肪的状态。太过于偏向哪一种，长期来讲对身体都不好，所以建议适度的摄取优质淀粉类食物来取得平衡。第三个误区是，断食期间水分摄取不足。水分可以帮助身体排毒，断食期间建议多喝水。成人每天的水分需求介于 1.5 至3公升之间，不过也不建议喝太多水，因为会造成肾脏的负担。第四个误区是，断食没有配合运动。断食配合运动很重要，如果只断食不运动的话，只有瘦身的效果，身体不会变强壮，而且会逐渐变弱，长期对健康并不理想。第五个误区是，断食期间吃到有热量的食物。断食的时候，尽量维持只喝水或喝无糖无奶的茶就好。吃到有热量的食物就会升高胰岛素，消化系统也必须开始工作，减少了肠胃休息的时间，降低了断食的效果。第六个误区是，有就吃一点点的习惯。有很多人会认为断食期间偷吃一点点食物是可以的，不能说不可以，不过要考虑的问题是，第一，不管多吃还是少吃，每吃一次东西，消化系统都要启动一次来消化这些食物，减低了肠胃可以休息和修复的时间。第二，虽然说只吃一点点，但是大多数人都很难把控分量，吃了一点点过后，还会想再多吃一点点，继续吃下去，导致吃过量。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完全不吃，就不会因为吃一点点而吃过量。第七个误区是，没有每天量体重。每天量体重非常重要，每天测量才会发现体重的微小变化，没有测量的话就不容易发现。当发现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复胖很多了，很难瘦回去。相反，如果一天一餐断食的话，偶尔还会遇到体重过低的情况，有每天测量体重就可以及时发现和调整。第八个误区是，断食的时间太短。很多关于断食的功效都是超过一定的时间才会开始启动的，比如脂肪的燃烧和细胞自食，至少要断食12小时以上才会开始启动。要有明显的瘦身和保健效果的话，建议断食至少16小时，而最理想的是一天只吃一餐，断食的时间可以高达22至23小时，瘦身和保健的效果都会大幅度提升。第九个误区是，没有长期坚持断食。很多人认为断食只是一个坚持几个月，达到瘦身或保健目标就停止的习惯，因为要长期抵抗美食的诱惑，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不过要真正能持续断食的功效，就需要长期执行断食。显而易见，只要恢复3餐，脂肪又逐渐累积，人也会重新复胖，
而且恢复3餐，身体的毒素也会重新累积，健康也会渐渐走下坡。所以要长期维持断食的良好效果，要尽量把断食融入生活，变成是一个伴随我们长期的生活方式。在这个层面上，间歇性断食比较适合长期执行。超过24小时的断食，比如2到7天甚至更长的断食，对身体要求比较高，风险也比较高，要请假在家休息，也不能运动，甚至最好是在医生的监督之下进行。复食的过程也要慢慢进行，避免刺激到肠胃，所以会影响日常生活。而在24小时以内的断食，身体发挥正常，可以照常工作、运动等等。复食的时候也可以吃平常的食物，不影响日常生活，可以长期执行。在间歇性断食的类型之中，一天一餐断食的空腹时间最长，所以瘦身和保健的效果都是最好的。第10个误区是睡前吃东西。有些人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，把一天一餐安排在晚餐或宵夜的时段。研究显示，一天一餐或其他的断食模式，把进食的时间安排在早餐最为理想。早餐进食过后，经过一天的消化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完全空腹的状态，身体没有其他的负担和工作，可以进入更深度的休息和睡眠。如果睡觉的时候，肚子还有很多未消化的食物，身体要继续完成消化的工作，会影响睡眠质量。如果把进食的时间安排在晚餐的话，尽量在睡前4小时之前完成进食，比较不会影响睡眠。还有就是进食安排在早餐，摄取的热量大多会在当天消耗掉，不会变成脂肪，造成肥胖。如果吃宵夜过后去睡觉，摄取的热量没有用到，就会变成脂肪储存起来，造成肥胖。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，吃宵夜过后，第2天体重暴增，一般都认同吃宵夜是减重的大忌。第11个误区是吃太少。有些人想要快速瘦身，在应该吃的时候吃太少，进食的时候应该吃到满足，吃到自然饱为止。如果吃太少的话，食欲没有得到满足，断食期间很容易崩溃放弃。正确的断食方法是，吃的时候认真吃，开心地享受美食，该断食的时候就认真断食，坚持到底。只要坚持每天一天一餐，吃均衡有营养的食物，然后保持22个小时的空腹时间，第2天体重一定会下降，下降的幅度会介于 0.1 至 0.5 公斤之间，长久下去一定能达到理想的体重。第12个误区是生活压力过高。如果生活压力过高，很多的保健措施，包括断食和运动，效果都会下降。很多疾病的产生，比如心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癌症等等，都和压力有关。生活压力过高会影响睡眠，睡眠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健康和精神的状况。而且压力过高会容易暴饮暴食，通过吃东西来减压。作为长远的规划，执行断食和运动保健很重要，如何减低生活压力也是要关注的课题。第13个误区是囤积零食在家里。断食期间，就算肚子不饿，头脑时不时也会闪现出想吃东西的念头。如果当时食物很容易取得，我们的心理防线就会很容易被攻破。所以尽量不要在家里囤积零食，有的话也不要放在明显的地方，应该放在厨房的柜子里。没事的话，不要进厨房或开冰箱。第14个误区是复食的时候吃太多垃圾食品。有试过一天一餐断食的人都知道，饿了一整天之后，对接下来这唯一的一餐都是充满了期待，会想把全部想吃的美食都吃一遍，有可能会吃到很多加工食品或垃圾食品，比如煎炸食物、甜食、零食、重口味的食品等等，这会降低断食的功效。要长期断食并且保持身体健康的话，
尽量多吃天然原型食材，减少加工食品，摄取均衡的营养。一些比较不健康的美食也可以开心享用，建议不要超过食物的10%就行。最后第15个误区是断食的时候太空闲。断食的时候如果太空闲的话，头脑会一直想着吃东西，很容易断食失败。一天一餐的话，只有2个小时在进食，剩下的22个小时在断食，这其中有8个小时是在睡觉，可以自然达到断食。不过还剩下14个小时，要尽量安排一些工作或活动在这段时间，保持忙碌，让时间过得快一点，就不会一直想着吃东西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。你断食的时候有遇过什么误区吗？是怎么发现和克服的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经验和看法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